执政了16年的欧尔班为啥会输得这么彻底？刚接任的毛焦尔一边主动向中国示好，说要访华，一边呢又把首访地选在华沙，而不是去欧盟总部的布鲁塞尔。毛焦尔这到底是怎么想的？虽说他刚赢下了国会2/3的席位，可手里的摊子并不轻松。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今天给大家说一个看似是非大国的一个新闻，但是这件事儿却关系重大。4月12号呢，匈牙利的国会选举结果正式出炉国家选举办公室的计票显示毛焦尔领导的叫做蒂萨党以53.69%的得票率拿下了199个议席当中的138席稳稳的跨过修宪所需的2/3的门槛。而欧尔班的领导的亲民盟呢和基民盟联盟得票率呢仅为37.72%，只能拿到55个席位。那当晚呢，62岁的欧尔班呢在这个竞选总部承认败选，坦言这个结果令人痛苦。那么欧尔班的执政的这个16年呢，一直是非常的强硬他推行呢向东开放的这么一个战略，让匈牙利呢就成为了欧洲首个和中国签署这个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那么面对这个欧盟在包括像移民司法、LGBT 等等方面的施压，他从不妥协多次正面硬刚。那就连呢在3月19号的这个欧盟峰会上，他也一票否决拦下了欧盟给乌克兰的90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贷款。那么可是呢，欧尔班的这个叛逆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报复。这个布鲁塞尔呢以法治缺陷为由，长期冻结了匈牙利呢约270亿欧元的欧盟的资金，其中呢170亿欧元至今就没能解冻。那么更让人头疼的是匈牙利的民生困境。自2025年以来，匈牙利的 GDP 增速仅为0.3%，那么通胀率呢，曾一度位居欧盟第一，老百姓的实际工资不断的缩水，经济账最终算到了选民的身上，这才是压垮欧尔班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现在呢，毛焦尔呢这个接手了无疑呢是一副烂摊子，欧盟的资金卡得死死的，这个财政赤字呢早就超出了欧盟规定的红线，像医疗教育这些领域的欠账也是一大堆。那么他没急着倒向任何一方，而是选择了最务实的路线。在4月13号，也就是胜选的第2天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面对香港媒体的时候明确表态，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自己呢不仅有意访问北京也欢迎中国高层到访布达佩斯。那我相信这话不是客套。为什么呢？中资的支持，匈牙利根本就丢不起中国呢已经连续3年成为了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呢，占匈牙利外商直接投资的57%。那么在过去的10年中资累计投资超过200亿欧元，那就直接创造了约5万个就业岗位。宁德时代在这个德布勒森的动力电池工厂，预计今年就能够投产。那要是切断这条的合作线，是吧？匈牙利经济大概率就会陷入停摆了。但是呢，毛焦尔呢也没忘了给这个欧盟递投名状，还是同一场的发布会，他宣布要全面的审查欧尔班时期签署的所有的不透明的协议，那其中就包括了中资大型的项目。那么他还强调说，新政府不会再像前任那样偏袒中韩企业，那所有的外资都必须遵守匈牙利和欧盟在环保、卫生、职业安全方面的这种规定。那这种一边欢迎一边审查的姿态，明摆着是做给布鲁塞尔看的。而他呢，把这个首访地定在华沙，再去维也纳，最后呢才去这个布鲁塞尔，也藏了一个深意，就是先重启地区合作，打好基础，再和欧盟谈资金解冻的事儿。那至于说乌克兰问题呢，毛焦尔在整个的这个竞选期间都刻意避谈，毕竟匈牙利的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的管道民众呢也不愿被拖入战事。那泽连斯基期待的这个全力支持根本就给不了，所以接下来
毛加尔呢就得在这个欧盟规则包括像对华合作对俄能源对美关系之间来走钢丝。4月13号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呢，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已经向这个地萨党胜选表示祝贺并强调愿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中匈合作。对于中国而言，中匈合作的这个根基是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从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对匈牙利来说，务实中立那才是小国在大国博弈当中唯一能走通的路欧尔班时代的这个强硬已经过去，毛加尔的这个平衡术是吧？能走多远呢？关键就看他能不能同时接住欧盟的这种改革要求以及中国的合作诚意了。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